1830年的巴黎，空气中弥漫着革命的尘埃与艺术的狂热。然而，对于伟大的维克多·雨果来说，空气中更多的是一种名为拖延的甜蜜毒药。1年前，他与出版商签订了一份合约，承诺交出一部名为《巴黎圣母院》的新小说。出版商给了他1年的时间，这在当时看来绰绰有余。然而，雨果是巴黎社交界的宠，他把大把的时间挥霍在了无休止的宴会、沙龙和情人之间。他享受着名望带来的光环，却唯独忘了自己对文字的承诺。1年期限将至，稿纸上依然空空如也。震怒的出版商下达了最后通牒，如果雨果不能在未来6个月内交稿，将面临巨额的违约金赔偿。这最后通牒像一盆冰水，浇醒了沉醉在浮华中的雨果。他终于意识到，自己被拖延这只无形的手推到了悬崖边缘。他焦虑、懊悔，但越是如此，大脑越是一片空白。那个宏大的故事，那些鲜活的人物，仿佛都躲在迷雾之后，嘲笑着他的无能为力。他知道自己必须开始，但开始本身成了一座无法逾越的大山。在某个绝望的午后，雨果做出了一个堪称荒谬的决定。他命令仆人将他衣柜里所有的正装、礼服、外套、裤子全部锁进一个大箱子，并把钥匙扔到窗外。然后他赤身裸体地走进书房，只给自己留下一条巨大的灰色羊毛披肩，像一个巨大的布袋，从头裹到脚。他对仆人下令，在我写完这部小说之前，不要把我的衣服还给我。就这样，雨果将自己囚禁在了书房里。他无法出门，无法会客，无法再流连于任何一个迷人的社交场所。他唯一的选择就是面对那张空白的稿纸。当外界的一切诱惑都被物理隔绝，当开始写作成为唯一能做的事情时，奇迹发生了。最初的几天，他或许仍在挣扎，但当他写下第一个句子，勾勒出卡西莫多那丑陋却善良的轮廓时，某种东西被启动了。文字像一条被解冻的河流，开始缓缓流淌。他忘记了窗外的世界，忘记了时间的流逝，完全沉浸在15世纪巴黎的爱恨情仇之中。最终，仅仅用了5个多月，雨果就完成了这部后来震惊世界文坛的不朽巨著《巴黎圣母院》。这个近乎行为艺术的裸体写作法，揭示了一个对抗拖延的终极秘密。雨果的伟大，不在于他拥有超人的意志力，而在于他深刻地洞悉了人性的软弱。他知道，意志力是靠不住的，尤其是在面对开始那一瞬间的巨大阻力时。他所做的，不是用意志力去对抗拖延，而是用智慧去设计一个无法逃避的开始 ，an inescapable beginning。他为自己创造了一条滑梯，这条滑梯的入口，就是那间除了写作别无他选的囚室。一旦坐上滑梯，剩下的便只是顺势而下。我们大多数人之所以在梦想面前一事无成，并非我们不够渴望，而是我们永远在寻找一条完美的、舒适的、毫无痛苦的滑梯入口。结果，我们永远都只是站在滑梯下面，仰望而已。想象力的暴政，我们是如何在开始前就已失败？拖延从来都不是懒那么简单，它是一种复杂的心理防御机制，是你的大脑在用一种看似保护你的方式阻止你前进。而在这场心理战中，你最强大的武器想象力却常常成了你的第一个敌人。你决定要写一篇重要的报告，这个念头刚一升起，你的大脑立刻为你上演了一部灾难大片。你需要查阅堆积如山的资料，需要构建无懈可击的逻辑，
需要字斟句酌地打磨每一个句子，最后可能还要面对老板的挑剔和修改。天哪，这简直是一场炼狱。于是大脑立刻拉响警报，太痛苦了，先刷会儿手机放松一下，积蓄点能量再说。你计划开始健身，你的想象力立刻描绘出这样的场景：你在跑步机上气喘吁吁，汗流浃背，肌肉酸痛的像要撕裂开来，旁边还有一群身材完美的陌生人，太可怕了。大脑对你说，今天工作太累了，明天再去吧。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这种现象可以称之为想象力的暴政。我们的大脑天生厌恶不确定性和巨大的能量消耗。当我们面对一项宏大的任务时，我们的想象力会过度活跃，它会把整个过程中的所有困难、痛苦和潜在的失败全部打包，浓缩成一座名为启动的巨山，压在你面前。你看到的不是写下第一句话，而是完成一部20万字的巨著。你看到的不是穿上跑鞋出门，而是跑完一个痛苦的马拉松。你看到的不是翻开书的第一页，而是啃下这本天书般的教材。完美是完成的敌人，但它更是开始的刺客。我们总想等到一个完美的时刻才开始，等我状态最好的时候，等我灵感爆棚的时候，等我准备万全的时候。但真相是，那个完美的时刻永远不会到来，它只是我们为自己的恐惧所寻找的一个最华丽的借口。朋友阿文一直梦想成为一名插画师，他的画具是全套的，电脑里收藏的顶尖作品比美术馆还多。3年来，他每天都在看别人的画，研究别人的技法，嘴上永远挂着等我再学习一下光影，等我再琢磨一下构图。他画了无数张草稿，但没有一张是完成品，因为每当他准备正式动笔时，脑海里就会浮现出那些大师的作品，然后一个声音告诉他，你画得太烂了，你还差得远呢。阿文被自己对完美的想象囚禁在了准备这个永恒的牢笼里。他不是没有能力，而是被开始那一瞬间的恐惧所击溃。我们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阿文，我们害怕第一笔会画错，第一句话会写砸，第一步会踏空。我们害怕那个不完美的、笨拙的、充满瑕疵的开始。于是，为了逃避这份不完美，我们选择永远不开始。开始的成本是想象出来的，而不开始的成本是你付出一生的悔恨。滑梯效应，用一个微小的肯定骗过你的大脑。既然开始如此艰难，那我们该如何坐上雨果为自己设计的那条滑梯呢？答案不在于拥有钢铁般的意志力，而在于学会一种欺骗大脑的艺术。这种艺术的核心就是将那个让你望而生畏的宏大开始拆解成一个你无法拒绝的微小的肯定 micro yes。 这个肯定必须小到荒谬，小到你的大脑甚至懒得为它启动防御机制。我曾经是一个重度拖延症患者，每当要写稿时，我都会陷入阿文式的焦虑。我总想着要一气呵成，写出惊世骇俗的篇章，结果越想越写不出来，常常在 deadline 前通宵赶稿，交出的东西连自己都鄙视。后来我读到了关于滑梯效应的理论，决定为自己设计一个微小的肯定。我的规则是，每天我不需要写完一篇文章，甚至不需要写完一个段落，我只需要打开文档，写下今天日期的标题。是的，就这么简单。写下 xxxx 年某某月某某日，我的任务就算完成了。这个任务小到可笑，我的大脑完全找不到任何借口来阻止我，它不会消耗什么能量，也没有任何不确定性。于是
我每天都能轻松完成任务。但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当我写下日期后，我常常会想，反正文档都打开了，不如把选题写上去吧。写完选题，我又想，这个选题的第一个论点好像有点想法，不如写一句话试试。写完一句话，思维的齿轮开始转动，第二句、第三句，常常在我还没意识到的时候，我已经写下了几百字。我坐上了滑梯，最艰难的，永远是那个从静止到运动的瞬间。一旦你开始滑动，哪怕只是移动了1厘米，整个势能就变了。你的身体和大脑会因为惯性而继续下去。这就是滑梯效应的精髓，它不依靠意志力，而是利用行为的惯性，让我们把这个魔术应用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想健身，你的微小的肯定不是去健身房锻炼1小时，而是换上你的运动鞋。你不需要出门，甚至不需要离开沙发，只要完成这个动作。但当你穿着专业的装备坐在那里时，一种再不起来动动就太傻了的感觉会油然而生。你已经为自己创造了一个箭在弦上的场景。想学英语，你的目标不是背100个单词，而是打开单词 App， 看第一个单词，就一眼。但人的大脑有一种对未完成的执念，心理学上称之为蔡格尼克效应。就像你看剧看到一半，总想知道结局，你看了一个，就会忍不住想看第二个，想知道它是什么意思，想听听它的发音，想早起。你的目标不是5点起床跑5公里，而是闹钟一响，把脚伸出被窝。就这一个动作，一旦你的身体离开了温暖的舒适区，哪怕只是一小部分，你的起床程序就已经被启动了。你的身体会告诉大脑，嘿，我们好像要起来了。这个策略的关键在于，把你的焦点从结果转移到启动上。我有一个朋友，30岁决定跨专业考研，他买了全套的书，但每次看到那堆成小山一样的复习资料就头皮发麻，完全学不进去。我把这个方法教给了他，他给自己定的任务是每天只需要在书桌前坐下，就算完成任务。刚开始他真的只是坐着，坐5分钟，玩玩手机，然后心安理得地离开。他对自己说，我今天完成任务了。1周后，他坐下时开始觉得有点无聊，于是随手翻开了书。2周后，他开始能坐着看上10几分钟。1个月后，他发现自己只要一坐到那张书桌前，就能自然而然地进入学习状态。那张书桌成了他学习滑梯的入口。最终，他每天的学习时长稳定在6个小时以上，并成功考上了理想的学校。他后来感慨地说，改变我命运的不是我后来有多努力，而是最初那个只做下的愚蠢决定。如果你连那个微小的肯定都做不到怎么办？比如你换上了运动鞋，但还是不想动，那就说明你的启动任务还不够小。继续拆解，拆到你完全没有任何心理负担为止。比如你的任务不是换上运动鞋，而是把运动鞋从鞋柜里拿出来，放在门口。记住，你不是在自欺欺人，你是在用一种充满智慧和慈悲的方式，与你那个天性就像偷懒、害怕困难的大脑相处。你是在训练它，让启动本身成为一种近乎本能的习惯。未来的你不是一个突然拥有超凡意志力的超级英雄，他只是今天的你，但老了一天，也多了一天的悔恨。别再等他了，他就不了你。你的生命不该是一场漫长的等待。我们为什么会对这个看似简单的技巧产生如此强烈的共鸣？因为它触及了一个深刻的人生真相：我们生命中最大部分的痛苦
并非来自失败，而是来自从未开始所带来的无尽悔恨。我们每个人都像一个身怀宝藏的探险家，我们的内心深处都埋藏着未被发掘的才华，未被实现的梦想，未被写出的诗篇，但我们却常常因为害怕挖不出最璀璨的钻石，而选择让那片宝藏之地永远荒芜。滑梯效应，或者说创造一个无法逃避的开始，它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个对抗拖延的技巧，它是一种人生哲学。它告诉我们，伟大并非诞生于某个灵光乍现的英雄时刻，而是源自于无数个微小、谦卑，甚至有点荒谬的开始。它告诉我们，不要鄙视那个笨拙的第一步，所有行云流水的背后都是一个踉踉跄跄的开端，所有伟大的交响乐都始于第一个不成调的音符。它告诉我们，要对自己温柔一点，接纳自己的软弱，理解自己的恐惧，然后用智慧去引导它，而不是用苛责去鞭打它。从今天起，忘掉你那宏伟的、令人窒息的计划。你需要做的只有一件事，为你最想做的那件事，设计一个你无论如何也无法拒绝的微小的肯定，然后立刻去做。不要去想结果，不要去管它是否完美，就只是完成那个最小的第一步，去写下那句话，去穿上那双鞋，去翻开那本书，去坐到那张书桌前。你会发现，当你迈出那一步之后，整个世界都会为你让路。那条你仰望已久的滑梯早已在你的脚下，你所要做的只是轻轻一推，剩下的交给时间和惯性。因为拖延症最害怕的从来不是你的坚持，也不是你的意志力，他最害怕的是你那个微不足道却真实发生的开始。